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中的笔记。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生命为着建造的第4个单元，肉体的表现。在上一篇的信息中，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难处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堕落的人的样子，而活基督就是人该有的样子，并且连于他的十字架才是解决一切难处的答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堕落的人的肉体所显出的情形和特征。我们为什么会不信靠我们的灵，而这么轻易地放任肉体振振有词地发表意见，甚至当其属灵的教师，将主的话当作教条教训别人呢？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所拥有的一切都视作理所当然，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尽头，没有真正的受过罪的苦以及肉体的折磨，也就不会认真的去运用灵，寻求真实的拯救，自然就没有太多罪得赦免和致死肉体的主观经历。我们肤浅窄小，只在意自己，从不关心神建造的事，沉迷于无聊的闲谈，大部分的精力都被消耗在争竞嫉妒的心思里。我们自以为是，相信自己的观察敏锐，断案准确，然而我们真实的情形是何其的可怜。其实每一次的失败都应该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真正的宝贝我们的救恩。因为在失败中，我们看见了人的软弱永远无法胜过罪的奴役和肉体的辖制。许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公开悔改，其实都是在人的心思逻辑里喋喋不休地说了自己想象出来与悔改相称的属灵词句，不仅没有见证救恩，让神得着荣耀，反而把自己的羞耻公开了。救恩绝不是人想通的悔改说辞。人若不在灵中真实的遇见基督，却想要借着外面的观察和学习来得着救恩，是绝行不通的。在教会生活中，凭着肉体而活的表现可能随处可见。比如说，一个姊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离开她去爱世界了，但是她邻里迟钝，常常把这些事当成闲聊的话题，漫无目的的闲谈，好像这些事与她并不相关。既看不见她因着真实悔改而有的醒悟，也看不见经历赦罪之后的自由。主的灵在她身上似乎毫无效力。更可悲的是，在这样的光景里，她还可以周周若无其事地来聚会，羞辱神宝贵的救恩而不自知。又比如说，一位弟兄一直不能如期完成人托付他的事，总是为自己找借口，在心思的逻辑里分析争辩，自以为满了属灵的美德，却不知自己其实是瞎眼羞耻的。他总是说，对不起，我从前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这次我听见了，下一次不会再听错了。对不起，我忘记了，我现在就记笔记，提醒自己再也不会忘了。对不起，我忘记看我的备忘录了。对不起，我答应你的这件事没有如期完成，因为你又叫我做了另外几件事，使我受了太多的干扰，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完成，因为我错估了能够完成的时间。被问到为什么不提前沟通的时候，就会说，因为我觉得你不好沟通，就害怕和你沟通。这些无止境肉体里的心思，隐藏在堕落的人的样子的背后，只会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分裂的因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散布在教会生活中。如果我们还不从未经训练的心思里清醒过来，当真正的挑战来临之时，我们将一败涂地，无法存活。神允许失败和暴露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着神自己有生命的长进，成为长成的人，并不是让我们变得世故复杂，在心思的虚妄里
学会不犯错，这完全偏离了神所命令让他的儿女在教会生活中得生命被建造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所说的，若不是为着建造，就要产生毁坏。教会生活是那个使我们从起初的恩赐长到成熟的执事的圣别范围，绝不是为着堕落之人养大肉体的温室。如果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可以随意被肉体玩弄、率性行事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完全不认识教会生活。神赐给我们起初的恩赐，就是这个在生命里宝贵的功能，只为着让我们与基督连调为一，长大成熟，为着他居所的建造。的确，生命乃是为着建造，这才是人该有的样子。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